眼前这条分叉河流间的堤坝，便是我们熟知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都江堰市。在战国时代，蜀地的岷江经常在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一带决口，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于是蜀郡太守李冰便因地制宜，修建了这处水利工程，将岷江一分为二，从而将丰水期多余的水排到成都平原之外，大大降低了洪涝风险。其余的水则稳定流入成都平原，从而确保有足够的水来灌溉土地。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因为之后的2200多年里，它一直都在发挥作用。一会儿我们会用一些基础的物理学知识来简单解析它的原理，相信每个人都能看得懂。都江堰的另一个看点是山上的二王庙，其中不仅供奉李冰，也供奉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二郎神。这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神，可不止杨戬这一个身份。民众对他们都如此认可，官方更不能落后。所以都江堰既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也是正八经的5A 级景区，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以及灌溉工程遗产。如果去成都旅行的话，那这个地方是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我目前所在的地方是位于四川的都江堰景区啊，它位于成都市的都江堰市。待会儿我们来一起好好逛逛这儿。我们是在2025年1月从成都租车自驾过去的，如今这边已经彻底禁飞了，所以不必带无人机了。都江堰的全价票80元一张，感觉没有淡季。1月份的游客仍然很多。进门之后可以先看看导览图，找一找那2个核心看点，也就是都江堰本体和二王庙。往深处走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摸诸葛亮，给他的手都摸变色了。这是四川当地的一种民俗吗？现在我们沿着一条长直的路往前走，就来到了伏龙观。这是一座始建于北宋年间的道观，现存建筑则是清代重修的。相传此处有恶龙作孽，后被二郎神降服，并锁在此地，故此观名为伏龙观。而跟随他的7个帮手，则是眉山七圣的原型。至于恶龙本身，则是人们在神话中对水灾的具象化描述了。我们在远处能看到，伏龙观的前殿是一座面阔5间的2层歇山顶式楼阁。在川渝这样的多雨地带，建筑的檐角普遍比较高，这可以弹开部分雨水，从而延长建筑寿命。另外几岔的位置，则是一处三角形的火焰纹装饰。这个南北朝造型在真实的古建筑中已经是不多见了。如果走到近处，就能看到柱上有盘龙以及博古造型的雀替。现在我们准备走进前殿，看看里边都有些啥。进门之后，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刻了字的石像，这就是东汉年间留下来的李冰石像。他于1974年在都江堰河床出土，中间一行为故蜀郡李府军会兵，左袖上有建宁元年字样，右袖上刻着引龙长、陈一造三神10人等字样。这些人就是当初造这个石像的人。之后在1975年，石人被鉴定为国家1级文物，并被安置在了伏龙观的前殿，一路保留到如今。而室内的侧面则摆着石刻水塘、石马、石俑等文物，这是在上世纪60年代于当地墓葬中出土的东汉文物。石俑是墓主生前的家奴，石马则是墓主生前的座驾，这没什么说的。但如果没有都江堰，就很难造出水塘来，更不要提这种水塘手办了。所以把它放在这边再合适不过了。室内的另一侧是东汉时期的燕公神像，它和前边的李冰石像是同一年同一地出土的。刚才李冰神像的袖子上不是写着三神10人吗？这件也属于是三神10人的范畴。走到前殿背面，能看到一个都江堰的大沙盘，这个简单看看就好，因为都江堰的实物已经没多远了，实物肯定比这个好看。沙盘往上是一块清同治年间的川西第一奇功碑，内容是对都江堰的称赞，而最上方则是一幅1938年的民国画作，描绘的也是都江堰。我们在附近还能看到清光绪年间的一块大字碑，内容是拜访二王庙的记录，附近还有清嘉庆年间的碑。另一边的黑色大碑则是一块民国年间的碑。然后我们来到下一座建筑，也就是正殿，这也是一座2层楼阁式建筑，
仔细看檐下阙题，发现中间镌刻的是戏文故事，很像是穆桂英挂帅。正殿的正中间摆放着明代的飞龙铁鼎，这是在青城山出土的文物，其两侧有明显的飞龙状抓手，顶口处则有好几串连珠纹，颈部一圈则是八宝吉祥，再往下则又是大量的飞龙浮雕。在民间传说中，这口鼎是唐代玉真公主的遗物，所以也被称为公主鼎。殿内两侧则是很多外国领导人参观都江堰的场景，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金日成将军。从正殿走出来之后，发现后边理论上有个后殿，但并不能进去参观。旁边理论上有2层回廊，但2楼并不让上去。当我们走进回廊的下层，就能看到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末端以及满眼的葱翠了。这也就是在南方啊，看现在的树还有很多是葱翠的。要是在北方的话，那个树的样子基本上都跟巨石强森的发型差不多啊，都是光秃秃的。现在我们越过建筑区，来到最后方的观澜亭，就能在这边欣赏到都江堰的宝瓶口了。不过眼下这个视角只能看到内江，也就是灌溉成都平原的那条江，需要再往前走走才能看到更完整的结构。史记说这边是可以行舟的，如今这一路上未见舟船，怕是不再能行舟了。登上台阶之前，能在侧面看到一棵桑木，这是在1987年于都江堰本地出土的一段古墓，它大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对应的正是夏商时期，所以叫桑木。现在我们往前走，走过一段晃晃悠悠的吊桥，就看到了宝瓶口和离堆铜矿的画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这个离堆是李冰花费很多时间从玉垒山上凿出来的，方法是用火烧山石，再泼冷水，以热胀冷缩方式让它开裂。在此之后，内江才算是通了水。同时它还有别的作用，到飞沙堰时细说。其实站在这儿一转身就能看到飞沙堰了，右侧就是刚才看到的内江，左侧则是远离成都平原的外江。因为这一撇一捺像个人字，所以这个位置也叫人字堤。我是枯水期去的，此时飞沙堰将水拦进了内江，这样成都平原的居民就有水可用了。如果是丰水期，那多余的水就会流到左边的外江去，内江的水就不会太汹涌。同时江水撞到刚才的离堆会形成回流。景区现场图不够清楚，我们来给它加上箭头就清晰多了。在 F1 和 F2 的作用之下，它会形成新的力矩，然后形成横向环流，不断将底部的泥沙卷到外江一侧。但是泥沙回不来了，因为下边的飞沙堰把泥沙挡在外江一侧了，所以带泥沙的水就被抛到外江排走了，其余含泥沙较少的水则会进入内江，这能确保狭窄的宝瓶口不会轻易被泥沙堵塞。当然了，这个排泥沙的效果不可能是100%的，所以每年还要安排河工清理泥沙，这个叫做岁修。我特意查了一下，2024年还有岁修的新闻，这是从古沿袭至今的传统，而且岁修所用的木石物料现场都做了展示，待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了。现在我们准备穿过一条栈道，继续往都江堰的上游追溯。路上看到了马叉，这是一种挡水的三角木架，从明代开始便有了。虽说都江堰的构造能把水分流到内江和外江，但如果人们对现有的分水效果不满意，就用这种工具做调整，也就是给前边顶上竹席，插进粘土卵石里节流，以达到调整的效果。后一种技术叫做羊圈，这是用木桩把卵石拢到一起，像把一群羊关起来一样，所以叫做羊圈。它的结构比较坚固，所以一般用在节流河段挡水。然后是竹笼，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版、灵活版的羊圈，这是李冰首创的技术，也是用来节流的，主打一个哪里需要填哪里。最后是干砌卵石，这是造价最低廉、施工最简便的一种工艺，而且砌到一起之后也很坚固，它能耐受一段时间的水流冲击。以上这些便是都江堰4大传统验工技术的实物介绍，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岁修用的那些木石实物。走出这边之后，我们又走了很远的路，终于一路走到了鱼嘴区域。果然是枯水期啊，流到内江的水好少啊。鱼嘴的正上方就是观景台了，在这边聚集的游客数量是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这儿拍照留念。鱼嘴这个分水堤的前身是一个古老的沙洲，
因为岷江的这一段本身就是弯道，那么水在拐弯的时候就会出现离心力，部分泥沙就会沉积下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沙洲。这个物理学原理叫做离心沉降。李冰在此基础上设法使内江的河床低于外江，这样在枯水期更多的水会经弯道流入内江，大约占60%，但是在丰水期水位增高了，线路会被拉直，所以60%的水会倾泻到外江，内江就只剩40%了。这就是4-6分水的原理。这既能确保在枯水期通往成都平原的内江不会干旱，也能确保它在丰水期不易洪涝。同时丰水期的水劲比较大，能把更多的泥沙带到外江去排走，那么前边的宝瓶口就不那么容易被堵塞了。但现场的情况并不像概念那么简单。我是枯水期去的，现场内江的河床子已经露出来了，但外江没事儿，这不对吧？怎么和刚才的概念是相反的呢？只能理解为内江只有一小段的河床是比较低的，而且这段的水流也确实是流速很快的。它旁边露出来的河床子已经被沙洲逐渐同化了，不能单纯理解为内江的河床。外江虽然没露出河床，但是水流速度极其缓慢，所以进水量也没那么多。因为外江这边还额外安排了闸口，以限制它的流速，从而把更多的水拦回内江。你们也能看到，外江这一大排的闸口只开了一个，其余的都没动静，大约是关闭了。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果有专业的水利高手，也欢迎你们留言，说出更专业的见解。现在我们准备离开鱼嘴，并通过眼前的索桥到对岸，去看都江堰的另一个重要看点二王庙。这座桥名叫安澜索桥，其历史颇为悠久。它最早的名字叫朱浦桥，宋代称平市桥，但在明末毁于战火。之后在清嘉庆年间，何先德夫妇倡议重修此桥，修成后，人们可在桥上安度波澜，所以叫做安澜桥。因为桥是用悬索承重的，所以叫做安澜索桥。其实在此之后，这座桥又被毁坏重修了几次，早就是特修斯之船了。但人们仍然铭记着何氏夫妻的恩德，所以它还另有个名字，叫夫妻桥。过桥之后，我们能看到何先德夫妇雕像，背后就是安澜索桥陈列室，我们进去看一看。如果不熟悉安澜古桥的历史，就可以从这边了解一二。博物馆内展出了上世纪50年代修缮时现场工人们的合影，而上世纪70年代修缮时，就在下方的河床里发现了刚才提到的李冰石像。此外，博物馆还介绍了很多索桥，其中就包括人尽皆知的泸定桥。最后展出了安澜桥的零件，它们自身所代表的就是安澜桥永恒的历史。展厅的后边并没有上山的入口，所以我们直奔附近的西山顶亭子，准备从这边上去，然后在一个新建建筑内看到一处路标，继续往上爬。最终遇到了一处分岔路，我们决定先去二王庙一侧，往前穿过一处跃动门，就来到二王庙了。此处的建筑始建于东汉年间，最初是供奉杜宇的望帝祠。在南北朝期间，当地官员将望帝祠迁到了郫县，并将此处改祀李冰。之后在宋代，赵匡胤下旨增祀二郎神，也就是李冰的儿子。其实在历史上，李冰有没有这个儿子目前都没有定论，但官方和民间都认为有，那就是有了。之后李冰父子又在宋代被加封为王，所以此处便改成二王庙。后来此处在民国期间遭了火灾，在汶川大地震中又被严重损坏，所以如今的建筑虽然保存了清代的风格，但也已经是特修斯之船了。在二王庙的建筑群，我们先看到了一座财神殿，财神神像的旁边就是商店，看来确实很会发财。而财神殿前的香火那是肉眼可见的旺盛，在未来的这些年里，财神的香火可能会越来越旺盛。从财神殿往下就来到了中间的一组建筑，这就是二王庙的二殿，供奉的就是李冰夫妇。这边牌匾的数量也一点都不少，说明李冰在四川的人望是很高的。如果抬头就能在建筑上看到神桃滩低坐堰这6个字，这就是李冰留下的6个字，说的是枯水期要清理泥沙，避免宝瓶口堵塞，这个就叫神桃滩，相对好理解。而飞沙堰的堰顶高度要比内江河床低2米，这就叫低坐堰。如果要是更高，
枯水期进入内江的水会更丰富，但丰水期就没法排泥沙了，水流冲不过去了，到时候宝瓶口一堵，整个工程都完蛋了。二殿的侧面是一个文物陈列室，陈列的大都是明清时期的铁钟，其中还有一个铁狗雕塑，这是清乾隆年间的哮天犬铁塑。建筑群最靠外的那座宏伟楼阁就是二郎神殿。按照宋代家风时的说法，二郎神是李冰的儿子李二郎，又称灌口二郎。灌口就在都江堰的旁边，它是古代的灌口镇，也是现在的灌县古城。但那位拿3尖2刃刀牵哮天犬的杨戬人气太高了，所以两者被融为一体，形成了我们熟知的二郎神。这其实是综合了多方传说融合出来的一位神灵。站在远处看二郎殿，你会发现能挂匾额的地方几乎都挂满了，可见二郎神在四川人民心中的地位是不一般的，香火也是极其旺盛的。如今这座二郎殿前还有请香的地方，其中的发财香是最贵的，只要有人请香，那必然有人要发财。至于具体是谁发财，就不要细问了。殿内供奉的是3只眼睛的二郎神，其头戴7流冕，手持护板，像是文臣装束。他前面的牌子上写的是清源妙道真君，这也是宋代留下的封号。这个地方便是二郎神的祖庙，可惜那最古老的庙宇没能流传至今。站在这个位置回头一看，发现3尖2刃刀原来放在门口了，怪不得没拿到手里。与3尖2刃刀对称的则是哮天犬的金属造像，它下边除了好多人投币之外，还有人给供奉了酸奶和瑞士卷，而殿前还能看到一块清咸丰年间的饮水思源碑。二郎神庙的对面则是一座面阔3间的华丽戏台，其屋顶为歇山顶，它前方的精美阙体是带有彩绘的，但距离太远看不清楚是什么细纹的文物。再往前走走能发现，这座戏台也是多见于南方的穿斗式建筑，就是直接把梁捅进柱子里。至于这边其余的建筑以及供奉的神灵，我在别处也见过好多次了，大多数不必重复看了。但有一处是非看不可的，那就是最高处的太极殿，也就是老君殿。这建筑的造型是真的令人印象深刻。内部供奉的则是3清，分别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以及太清道德天尊。其中的太清道德天尊就是太上老君。殿前有一块高超无上匾以及一块变化无为匾，这2块都是光绪匾。殿外一侧供奉乐府太阴元君，其神话形象与嫦娥多有重合。另一侧则供奉日宫天子太阳帝君，他是与太阴元君相对的太阳神。看完这边，我们准备下山了，这会儿已经逛饿了。回到二王庙时，发现斋堂关着，就去外边买了根腊排骨，25元一根。我在别处没吃过腊制排骨，只吃过腊肉、腊鸡、腊鱼，这次算是尝了个鲜儿。打尖之后，我们回到最初的岔路，决定去秦燕楼那一侧。这座秦燕楼本身是一座仿古建筑，细节没什么可说的，但它好就好在登上4楼或更高楼层之后，就可以在这边毫无遮挡地观看都江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毕竟眼下的都江堰已经100%被划入禁飞区了，既然不能航拍，那就只能登上这边去观看它的全景了。现在我们准备往山下走，沿途经过二王庙的2山门，然后就看到了一座通透的2层楼阁式建筑，它的下边有一块明正德年间的碑，建筑则是一座灵祖殿，内部供奉的是王灵官，他负责在天上人间辨别观察善恶。因为王灵官在道观中的位置往往是比较靠外的，很容易被游客遇到，所以有句老话说得好，上山不上山，先拜王灵官。它的旁边有3个小龛，其中有供奉吕洞宾的吕祖殿，还有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阁。第3个龛里供奉的居然是修缮过都江堰的丁宝桢，因为他去世后被追赠为太子太保，简称宫保，所以他改良的那道大菜便被后人称为宫保鸡丁。再往下就再次看到了申桃滩低坐宴这6个字，之前我们在礼宾殿学习过这6个字的意思了，这里不赘述。眼前这6个字是一块清嘉庆年间的碑，而且上面的字还描成了蓝色。它附近的玉湾截角4个字则是清光绪年间的石匾额，而那2块字多的石匾额则是清光绪年间的匾。它和其他的碑一样，同样被描成了蓝色。
如果站在这个位置抬头看，就能看到一个三官殿，其中天官主赐福，地官主赦罪，水官主解厄。然后我们一路往下，就走出了二王庙真正的山门。再往下有一个戏台状物，不过它现在的状态已经是碑亭了。我们能在碑亭之内看到一块很高大的宣统年间的碑，旁边的高大碑刻则是光绪11年的碑。从另一侧的金堤重镇牌楼走出去，我们今天的旅途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剩余的区域当时都在修缮施工，基本上都没法看，就友情候补了。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都江堰景区。虽然沿途中有很多的看点，但真正的重点其实只有2个，一个是都江堰本体，另一个则是二王庙。在2280多年前，李冰父子在此处因地制宜，造出了自动分水的都江堰，他也将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天府之国。之后人们将李冰父子供奉在了山间的二王庙，以彰显对其功绩的铭记。时至如今，都江堰和李冰的大名已经是人尽皆知了，名气大则大矣，但他们整齐划一的形象远不如传说中的二郎神更鲜活。在不同的时代，二郎神也有着不同的载体，从庙宇中的造像到影视剧中的人物，再到游戏中的角色，他一直活跃在我们身边。那个介于历史和神话中间的人物，如今仍与我们的生活同在，就如同拥有2280多年历史的都江堰仍在持续灌溉着蜀中的土地一般。那便是我们这个文明以最有温度的方式去缅怀那份历史功绩的具象化体现。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